那就是大夏王朝的小公主，听说才3岁，这么小就来求仙缘。之意，记住爹爹的话，上山后不要听仙长的话，遇到危险就用爹爹给你的法宝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我的之意，一定要平安。按钮。叮，萌娃成长注射已激活，正在绑定宿主。兔子。大夏公主林之意，年龄尚小，本系统将协助宿主改变命运，请积极配合。听不懂。唉。人间天子亲自送仙，这女娃来头不小啊！3岁之龄竟有如此仙缘，看他那一身法宝，怕是比一些小门派的全部家当还值钱。怎么了？登仙试炼开始，请送行亲友止步。之意，去吧，记住父皇母后永远爱你。父皇母后。小宿主别怕，系统会一直陪着你。等会儿上山，你要按照我说的做，好不好？好。主线任务发布，顺利通过登仙涉猎，加入修仙门派。任务奖励：新手大礼包1份，失败惩罚无。鉴于宿主年龄过小，系统将酌情降低任务难度。好累呀！之意加油，再走几步就可以休息了。原属女主出现了。不喜欢她。这威压太可怕了！我要回家，好难受。之意感觉难受吗？不难受呀，就是累累。他竟然有灵液喝！对，多补充体力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等着。这一届的苗子不错啊！那白衣女娃步履从容，心性沉稳，是个好苗子。这娃娃太过娇气，怕是吃不了修行的苦。3岁至灵，本就不是求仙的时候，人间皇室娇养出来的，训性不够坚韧。之意加油，马上就要到第1个休息平台了。课也不给你吃，怎么回事？我的储物袋打不开了。我的也是，好渴啊！为什么他的储物法器还能用？这储物法器，登仙山的禁止居然对其无效。
这不公平！凭什么他可以特殊？皇室就了不起吗？别怕别怕，让他们治计去吧。靠外物取胜，算什么本事？出发了！哎，我还没有休息够。好重！坚持住，快到山顶了。你看，那个苏清雪也慢下来了。执一会加油的。唉，成功了！等仙试炼结束，接下来将测试诸位的灵根资质。接下来灵根测试的好坏，将直接决定你们的去留。别担心，有我在呢。赵灵儿，上前测试。赵灵儿，火鸡双灵根，纯度7成6成。火金双灵根，纯度上佳。小丫头，可愿入我玄天剑派做内门弟子？弟子愿意。双灵根而已，得意什么？等会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天才。不合格，不合格。下一个，李寒风。这是冰灵根，变异冰灵根，纯度9成。变异灵根，竟是变异灵根，9成纯度，千年难遇的奇才啊！不是我要了。下一个，柳青武。又是变异灵根，风灵根，纯度8成。这一届是怎么回事？连续2个变异灵根，这孩子我要了。他呀，好厉害呀！还行吧，比冰灵根那个差呀。不合格，不合格。下一个，不合格，不合格，不合格。钱多多上前测试。单灵根，新灵根，纯度9成5。单灵根，竟然是单灵根！9成5的纯度，距离千灵根只差半步。这一季的苗子也太逆天了！哼。下一个，云烨。冰灵根，又是变异冰灵根，纯度9成5，而且这是天生剑体，剑心透明。此子必须入我玄天剑派。放屁！我天眼宗的剑诀才是正统。都别争了，此子何该入我门下为亲传弟子？
好伤心呀，他哭得好伤心呀。冰灵根加天生健体，这一届还真是人才辈出啊！苏清雪上前测试。苏清雪一开始就是各宗长老最为看重的苗子，不知道结果如何。单水灵根，纯度9成8，又一个单灵根，这一届真是了不得。9成8的纯度，距离天灵根仅1步之遥。此女前途不可限量。哼，装模作样，等会儿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多厉害。西头，什么是天灵根呀？就是特别厉害的灵根，比那个苏清雪还要厉害。云之翼上前测试。哎呦，我来吧，小师妹，把手放在水晶球上即可。这是变异雷灵根极品，纯度10成，剑灵根。天灵根居然是天灵根，10成的纯度，千年难遇的修炼奇才呀！金灵根竟然和雷灵根交织融合了，难怪显示的是变异雷灵根。哼，不靠外物，照样赢你。人小鬼大。你就是那个人间小公主，你的储物手镯真好看，在哪儿买的？我也想要一个。爹爹给的，不卖。以后要听我的话，不要随便使用全部灵力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那样会吓到别人，对，会吓到别人。嗯。这一届的苗子，怕是千年未有之盛况。确实，尤其是那天灵根的小娃娃，还有那天生健体。既然测试已毕，接下来便是选择宗门的时候了。你想去哪个宗门呀？你把手镯卖给我，我就告诉你。胡说八道！去哪个宗门不重要，我爹说了，不能去当剑修。为什么呀？剑修都穷，整个修仙界就属剑修最穷酸，连把像样的飞殿都要采几10年灵石。我爹说可以当丹修、符修或者气修，这些最赚钱了，一枚上品丹药能卖几千灵石呢。本公主才不呢，本宫想要当剑修，我又不差钱。对，当剑修好，剑修战斗力最强。可是我听说剑修每天都要练剑，好辛苦的。而且剑修要打架。你别播了，烦死了。剑修最猛，乌合之众。你说谁呢？别管他，他至今你们感情好。不管他，我们继续聊。这一届的好苗子，感情倒是挺不错的。诸位安静，接下来将由通过测试的弟子选择宗门，单灵根及以上资质者优先选择。
清雪小友，我天眼宗以水系功法见长，与你丹水灵根最为契合。若入我门下，必倾囊相授。青云门虽不以水系为主，但门中珍藏的上古水灵诀，正需你这样的良才修习。剑道虽非水灵根首选，但若你愿来，我亲自指点你柔水剑法。多谢各位长老厚爱，清雪愿入玄天剑派修习剑道。呸！学人精，明明知道你打算选剑宗，他就抢先一步。学人精，不哭不哭，给你糖吃。男孩子不能一直哭，知道吗？小娃娃，你可愿入我玄天剑派？我派剑法刚猛霸道，最是适合你的雷灵根。多多哥哥，我们一起去练剑好不好呀？好啊，其实剑修也挺好的。千舞、寒风、云逸，我们都一起去嘛！我不想分开。我可以的。执意去哪，我就去哪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！玄天剑宗居然一口气招收了6个天才弟子，这可是立派以来都未曾有过的盛事。我爹要是知道我选了剑修，肯定要骂我。其实剑修也挺好的。来，以后大家就是师兄妹了，有福同享，有好吃的一起吃。哇，他们好小啊！哇，他们好小啊！那个白衣服的是苏清雪吧？你没发现那个林之逸身上有龙气吗？应该是人皇之女。拜师仪式开始。清雪小友，老夫修炼柔水剑法100年，正缺一位水灵根的真传弟子。我座下已有3位亲传，但若你愿来，老夫愿破例收你为关门弟子。我虽主修金系剑诀，但可为你专门请教水系功法。凡人精又要得意了。呸！都是剧情作祟，明明你的资质最好，他们却都围着那个苏清雪转。弟子愿拜入青兰长老门下。怎么回事？天灵根的绝世天才，竟然无人问津。修炼一途，资质重要，勤学苦练更重要。可能诸位长老觉得林之逸太娇气，不能吃苦。林之逸，你可愿入我门下为记名弟子？记名弟子？我林之逸才不要当什么破记名弟子！你走开！好家伙，一个3岁孩童竟敢如此顶撞长老，果然是日常娇惯坏了。庶子，岂敢！不许欺负之逸！你不能这样！不可！
龙气护体，人皇之女受天道庇护，伤害她的人自然会遭到反噬。说不过就动手，你是坏人。你怎么还有个睡觉的？之意，刚才就是他暗中出手挡下了那一击，你的龙气才能反噬黑袍长老。他很厉害吗？他叫凤林渊，是飞升老祖的关门弟子，有钱有权还有颜。要是拜入他门下，苏清雪还要叫你一声小师叔呢。之意，快去找他。哥哥醒醒，你要徒弟吗？这小丫头居然选了风师叔当师傅了。哦，你想拜我为师？依依很乖的，还会自己吃饭穿衣。天灵根，我从不收徒。不过你这么有趣的小家伙，倒是可以破例一次。师傅，这个小徒弟我收了。师叔收徒，自然再好不过。哇，之意好厉害！以后要叫之意小师叔啦。太好了，剧情终于跑偏了。小徒弟，你身上的秘密好像不止天灵根这么简单啊。看我做甚？师傅，依依的礼物呢？什么礼物？就是拜师礼物呀。我的朋友都有，那个凡人精也有。依依想要比他们的都厉害的。行。这是测灵坛，手放入坛中，能测出你最适合什么样的法器。此剑名为紫电，是上古雷修所留。待你引气入体后，可自行炼化。谢谢石虎。石虎，依依是不是亲传弟子呀？是。证据呢？你要什么证据？就是证据呀！这是西凤峰的亲传令牌，收好了。怎么了？石虎，依依不认识字。这是凤字，代表你是七凤峰的亲传弟子。整个玄天剑派，剑令如见我本人。哎，可算把小徒弟哄好了。石虎。哎，又怎么了？依依像娘亲了。依依还想爹爹。香宫里的桂花糕
小阿娘唱的摇篮曲。莫哭。依依要回家。自己收徒的决定是不是太过冲动了？乖，不哭不哭，等你学会御剑飞行，就可以回皇宫看他们了。现在先跟着师傅好好学习，好不好？可是，师傅好像不喜欢依依。怎么会呢？他只是不习惯和小孩子相处而已。你看他给你准备的院子多漂亮，还有那架秋千，肯定是他特意为你准备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所以之意好好修炼，不要让师傅失望，好不好？好。师傅，依依不哭了，依依会乖乖修炼的。起码有这个小家伙在身边，往后的日子不会太无聊。闭上眼睛，感受天地间的灵气，不必着急。资质再上乘的修士，引气入体，也需要数日到数月时间。这就成了，这应该和他体内的阴灵根和雷灵根融合有关。几个老头真是捡芝麻丢了西瓜呀！师傅，依依修炼的怎么样呀？做得很好，瞬间引气入体，这在整个修仙界的都闻所未闻。风师说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宝贝小徒弟3秒钟就成功引气入体了啊？我什么还没问啊？天赋一般了，也没那么厉害，就是随便教教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会。等等，他说什么？3秒引气入体？就是指弟子哭鼻子了。我家小徒弟倒是省心，3秒引气入体成功，现在估计已经睡着了。我不想知道。不要着急，引气入体非一日之功，以你的资质，3、5日必定成功。那个小团子肯定比不上我，3、5个月都未必能成。青兰是指我家那个小徒弟啊，才3秒就引气入体，我都还没来及多教他点东西。谁问你了？什么？林之意3秒就引气入体了？这不可能！嬷嬷，依依醒了。这不是皇宫了，谁来帮依依洗漱？小主人醒了。我们是风主点化的灵职，特来服侍小主人梳洗。灵职？是啊，我们原本是风主院中的牡丹、海棠和茉莉，昨夜得风主点化，终于修成人形了。她凭什么有侍女伺候？这里可是仙门，还以为是在人间当公主呢。林之意，你凭什么带侍女来善汤？这里是仙门，不是你家皇宫。你要叫我小师叔？我才不！我比你大，凭什么叫你师叔？我要告诉监理堂。依依，你已经引气入体了，好厉害呀！依依，这个送你，你也教教我呗。引气入体好难。之意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依依师傅，我们也想要漂亮灵池侍女。是呀，是呀，灵芝姐姐好漂亮。依依会乖乖的，给依依一个嘛。
韩风也想要。这样吧，只要你们在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引气入体成功，我就送你们每人一个灵芝侍女。真的吗？如果在明日子时之前成功，我给2个。如果谁的速度在3个时辰以内，我送个。5个。哇，5个灵芝姐姐。多多现在就回去找师傅。依依再见，依依师傅再见，青舞回去了，要抓紧时间。依依要走了，依依回去让师傅教依依修炼。韩风，现在就要回去修炼。走吧，我们也要抓紧修炼了。意义，此乃九霄御雷真诀的入门篇。想象你丹田里有一颗雷种，用灵力去滋养它，让它慢慢发芽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现在试着维持它的大小，不要让它变大，也不要让变小。不要变大，不要变小，变小。怎么回事？师傅，依依不是故意的。你在修炼什么法术？依依在养雷雷，但是雷雷不听话。是谁教你的这个法术？就是那个，不能说，这是最高机密。修炼雷法很危险，下次要在师傅的监督下练习，知道吗？依依知道错了。今天先到这里，回去好好休息，带小主人去沐浴更衣。是，风主。自创雷法，这个小徒弟身上的秘密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啊！依依师傅，凤氏叔祖，之意，之意，言意，千舞，你们怎么来啦？云翳成功了，昨天晚上成功引气入体的。千舞也成功了，是在子时之前成功的。奖励呢？哦，这么快？不错，确实已经引气入体。既然达成了约定，自然不会亏待你们。见过小主人。谢谢依依师傅。谢谢凤氏叔祖。李师兄，早啊！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那个小徒弟云翳引气入体成功了？才3岁的小娃娃，居然要8个时辰才成功，真是太笨了！我没问呐。赵师弟，教导弟子呢？我家那个小青舞啊，天赋也就一般，都3岁了，居然要7个多时辰才引气入体成功，真是让人操心。谁问你了？多多和寒风呢？多多师兄还在努力，他说一想到侍女就肚子饿。寒风师兄好像也快到临界点了，但是他师父说不能急。既然你们都成功引气入体了，今日便开始正式学习剑宗的基础心法。剑修之道，首重心性。依依，
继续修炼雷法，凝神静气，像昨天那样凝聚雷球。很好，现在试着维持它的大小。不要变大。咦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又……狮虎，依依不是故意的。算了，他才3岁，我3岁的时候还在玩泥巴呢。把雷利想成一个小宠物，想成凡间的狸奴。狸奴？对，就像皇宫里那些小猫，你要爱护它，喂它吃东西，陪它玩耍，但又不能把它关笼子里，要它留一点自由活动的时间。雷雷是依依的小狸奴。雷雷，出来玩呀！现在不要急着控制它的大小，先和它熟悉一下，感受它的情绪。狮虎，雷雷喜欢依依。现在试着引导它，就像用小鱼干引导小猫一样，不要强迫它。成功了！多多在太阳落山前成功了。寒风也成功了。不错。依依师傅，我爹说商人就要明算账，这个算我买来的侍女，你可以再变一个给我吗？灵芝不是商品，是你修行路上的好朋友。现在我们是好朋友了，这个送给你。谢谢小主人。依依告诉你哦，雷雷就像小林木一样。寒风是把灵力想象成冰块，轻舞是想象自己是一株小草，云逸是想象自己是一把剑，多多只会想象烧鸡。他们都成功了，怎么就我不行？明明都是同一天来的。清雪，修炼最忌心浮气躁，今日先休息吧。师傅，你的资质不差，只是时机未到，顺其自然，方能水到渠成。弟子明白了。依依师虎最好了。要叫凤师叔祖，都一样啦。反正依依师傅会给多多好吃的。那当然，依依的师傅最厉害了。或许收下这个小徒弟，是我千百年来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之一。师虎看。不错，这1个月进步很大。师虎，我什么时候能去看父皇母后啊？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？想家了。依依好想父皇母后，还想宫里的桂花糕。你现在已经练气1层，
御剑还做不到，但乘坐非洲倒是可以。真的吗？石虎要带依依回家？不过你要先通过一个小考验。什么考验？明天我会安排你和钱多多他们进行一场小比试，要好好表现，让师傅看看你这1个月的竞技。知道了。听说这几个小师叔都是丹灵根以上的天才，那个最小的才3岁，真的能打吗？我听说林小师叔3天前就已经突破到炼气2层了。什么？3岁炼气2层？这怎么可能？打不过就投降，不丢人。依依知道了。打不过就投降，不丢人。依依知道了。这太小了。就是谁和我来？依依妹妹，我抽到的，和你打。这么小的娃娃能有什么实力？还撑起结界，太夸张了吧！小孩打闹而已。多多哥哥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。金剑术。雷遁术。这是3岁孩子能使出的法术，那个雷遁的强度已经堪比炼气中期了。天才不愧是天才。阴雷术。金盾术。润心诀。雷击术。依依妹妹好厉害，但是多多不会认输的。多多哥哥也很厉害。这个3岁的小丫头竟然有如此实力，我一直引以为傲的资质，在这些真正的天才面前，竟然显得如此平庸。接下来我要用全力了，惊鸿贯日。这一击很强。雷雷，帮帮依依。是。啊！这是什么法术？雷灵力化形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才3岁啊！多多哥哥，还打吗？裁判，多多认输，依依妹妹太厉害了。第1场比试，林之义获胜。厉害，不愧是小师叔。厉害，不愧是小师叔。3岁小师叔，潜力无穷。做得很好。师傅，依依赢了，可以回家看父皇母后了。做得很好。接下来的比试我一定要赢，不能让他一个人抢走所有的风头。听我，加油！云逸，加油！依依不要哭，我没打过架。点到为止，不要害怕。开始。玄冰禁止。帮刃术。凝水成冰。
3岁就能将水系变种运用的如此厉害，不愧是天生剑体。那柳青武的风灵根也很厉害，你看他的身法多灵动。青武好厉害，熠熠的冰好漂亮。这2个孩子将来在剑道上的成就不可限量。我认输。此战，云翳胜利。熠熠赢了，熠熠哥哥好厉害。我们一起下去。第3场，朱清雪对李寒风。开始。寒霜斩！我水成冰子。冰刺诀，水木千华。认输吧。我认输。第3场，李寒风获胜。李寒风也太不怜香惜玉了吧！明明知道水灵根被冰灵根克制，还下这么重的手。哎呀呀，打不过就说别人欺负人，那以后比试是不是要先问问你的灵根怕什么呀？要是怕输，就别来比试嘛。接下来，请获胜者林之义、云翳、李寒风准备加菜，角逐第1名。失败者钱多多、柳青木、苏清雪也将进行比试，决定最后1名。其实打架挺好玩的。比试开始。云翳，男孩子不能老哭鼻子的，你还要不要当最厉害的剑修啦？要。那开始吧。好。挡住了。冰会融化，水能导电，这伤敌1000，自损800啊！这2个小家伙也太乱来了。好像反常回来的雷电一部分被我的身体吸收了。这是雷电淬体，雷灵根竟然还能这样修炼。云翳，再来。好。好玩，再来！好家伙，突破炼气2层了！好家伙，突破炼气2层了，还是炼气2层巅峰，直逼炼气3层。在战斗中突破就算了，这领悟雷电淬体的法门，简直是闻所未闻。云翳，你别认输呀，加油！别让熠熠赢了，我不想被电了。师叔，这小丫头的雷灵根与众不同。输，熠熠认输。林之义胜。熠熠不哭，熠熠给你糖吃。熠熠，好可怕。下一场，钱多多对战柳青武。失火，熠熠发现雷雷可以自己养自己。
很厉害，但以后不许这么乱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依依，你别认输呀，加油！别让依依赢了，我不想被电了。师叔，这小丫头的雷灵根与众不同。依依认输。林之义胜。依依不哭，依依给你糖吃。依依，好可怕。下一场，钱多多对战柳青武。失火，依依发现雷雷可以自己养自己。很厉害，但以后不许这么乱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多多哥哥好厉害，青武认输。青武妹妹的身法才厉害呢，多多都打不到你。接下来，赢家族李寒风对战林之义，输家族钱多多对战苏清雪。义义，记住师傅的话，不要再用那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招数了。知道啦，师虎。其实你可以尝试控制雷电的强度，既然你能吸收雷电淬体，应该也能控制导电的威量。真的不想被电啊！修行之路充满挑战，若是连这点困难都畏惧，将来如何面对更大的风浪？弟子明白了。寒风哥哥，请多指教。请。依依坏，不喜欢你了，你老电我，哼，讨厌。没事呀，依依喜欢寒风哥哥就好啦。哼，依依坏，你怎么这样？我说的是我，不喜欢换依依了。我知道呀，依依喜欢寒风哥哥就行呀，不管你喜不喜欢我。嘻嘻。好吧。认输吧。长虹贯日。钱师弟也太不近人情了吧！明明知道苏师妹刚输了一场，还下这么重的手。就是，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她比我们都大，是我们的师姐。我比她耗费灵力多好多。前面说水灵根和冰灵根相克，所以才输了。现在又说水灵根和金灵根相克。以后是不是要问对手，或者打邪修魔族的时候问他和我的灵根相不相克？
相克的话，你胜之不武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师傅，以后意义比赛不能见到土灵根的人，为什么？和意义的雷灵根相克呀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师傅，多多以后比试不能看到雷灵根、火灵根、冰灵根，你多给我找点木灵根的。为什么呀？雷火冰灵根的会克制我的，但是木灵根我可以克制他。哼，真拿你们没办法。田师弟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清雪毕竟是女孩子，你就不能让着点吗？这场比试的胜负已分，何必再咄咄逼人？女主的万人迷光环还是强大，都这样了，还这么多人帮她说话。接下来是最后一场比试，3岁的柳青武对战7岁的苏清雪，输者为此次比赛最后一名。柳青武烧，柳青武烧！3岁战胜7岁，这在整个修仙界都极为罕见。苏清雪竟然是倒数第一！意义师傅，柳青武风灵根克苏清雪水灵根吗？灵根之间没有绝对的克制，胜负更多取决于雄狮自身的实力。云烨，今天多多哥哥告诉你4个字，什么呀？菜就多练。清雪只是运气不好。清雪别难过，下次一定能赢。清雪没事，你年龄还小。本次比试的最终排名如下：年龄最小的小团子包揽了第1名。师傅答应依依了，要带依依回家看父皇母后。你们要不要过几天和依依一起回家，去皇宫玩几天呀？皇宫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？依依想去。你带韩风去，韩风不怪你电我。青武也想去。看我做甚？吃虎，依依要回家。知道。但是依依需要漂亮的非洲随行的灵植侍女，成群都可以飞的，一看就很贵的灵宠，还有丹药符，还有法器、灵石。要这些做甚？这样子，父皇母后就知道依依有出息了，回去要有牌面，这样就没菊花国家敢欺负父皇母后了。大夏人皇也会被欺负吗？当然会。上次依依就听到父皇说，北边的蛮族不老实，西边月之国也总来找麻烦。要是他们知道依依带着这么厉害的师傅和这么多宝贝回去，肯定就不敢欺负父皇母后了。师傅，韩风想要些丹药和法器。你要这些做什么？送给依依，她要回家看父皇母后，需要排场。师傅，依依想要些灵石和符箓。为何？依依要回家，依依想帮忙。师傅，青武能不能要些漂亮的法衣和首饰？你要这些，给意义添妆。师傅，把您压箱底儿的好东西都拿出来，多多要送给意义撑场面。哇！
这些够排场了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师傅最好了。出发！哥哥，天上那是什么？是仙人，仙人下凡了。那不是小公主吗？小公主成仙回来了。不华，我这的执意，母后的心肝肝，母后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。这是依依的师傅风林渊仙尊，比国师还要厉害哦。见过人皇，皇后。仙尊不必多礼，小女顽劣，多谢仙尊悉心教导。这是多多哥哥、寒风哥哥、依依和青舞，都是依依在仙门最好的朋友。见过陛下，见过娘娘。大家不用给朕行礼，就当自己家一样。师傅，宝贝。这是我给父皇、母后带的礼物。依依自己留着吃，自己用好不好？父皇母后不要。意义有很多，意义在仙门可有出息啦，是亲传弟子，是其他弟子的师叔。意义只花了3秒就引气入体，而且这次比试拿了第1名。3秒引气入体，拿到比试第1名，这得吃了多少苦啊！父皇母后，吃1颗这个丹药，你们自己挑吧。仙尊，这先许伯鲁，不成敬意。竟然是延寿丹，那些在人间界万金难求的仙丹，在小女这里却像是普通的糖果一般。小公主长大了，知道惦记父皇母后了。太子哥哥去哪里了？你皇兄在御书房处理政务，已经派人去叫了。父皇母后，依依带你们去看灵宠。竟然都是传说中的灵兽！小公主真的成仙了，还带回来这么多仙人和灵兽，这下看谁还敢欺负我们大夏！多谢您对知意的悉心栽培，不必言谢。知意是我的关门弟子。知意，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，依依好想你。才1月未见，皇兄也觉得像是过了好久好久。仙尊，不知道知意是几灵根？意义是5行之外的变异丹雷灵根。什么？丹灵根，
还是雷灵根，还是变异单雷灵根？这在修仙界可是千年难遇的绝世资质了吧？钱多多单金灵根，柳青武五行之外单风灵根，云逸五行之外冰灵根，外加天生剑，李寒风五行之外冰灵根。修仙界天赋最好的几个，几乎都在这儿。然后，熠熠还把他们都打败了。是的。原来我们的宝贝女儿真的这么厉害。十一，这1个月你吃了多少苦啊？依依每天要挥剑1000下，还要练习500次基础功，还要学习控制雷灵力，还要识字读书。熠熠真的长大了。依依给你们看看雷雷。不过凡间不可动用灵力，扰乱人间因果。石虎说，在人间用灵力会沾因果，对修行不好，所以不能给你们展示啦。但是，凡人使用丹药、符箓、法器、法衣，这些可以的，不算扰乱因果。这些可都是改变国运的宝贝呀！仙尊厚赐，朕感激不尽。这些都是孩子们的心意。1、2、3。御厨做的芙蓉糕好好吃，多多还想吃。依依喜欢那个会唱歌的鸟儿。轻舞还想和娘娘学刺绣。因果不可沾染，功德有助修行。传朕旨意，从今往后，所有皇室善举、赈灾济贫，皆以小公主林之意之名进行。将本宫的脂粉钱省下一半，以之意之名设立慈幼院，收养孤儿。东宫用度减30%，用于修建学堂，皆记在皇妹名下。闭关3个月，太无聊了。不错哦，已经炼气3层了。系统，依依是不是修炼最快的？系统帮你扫描一下。不对啊，怎么啦？苏清雪竟然已经突破到炼气5层了！啊！剧情严重跑偏啊！原本剧情应该是5个小娃娃并无太多交集，甚至都不在一个宗门。从熠熠把所有天才聚在剑宗开始，原有的轨迹就完全乱了套。从熠熠把所有天才聚在剑宗开始，原有的轨迹就完全乱了套。系统，你想明白了吗？想不明白。啊，原剧情中这个时候，苏清雪应该才刚刚突破炼气3层才对，怎么一下子跳到5层了？那就不想了。熠熠再去修炼，超过那个讨厌鬼。有点意思，那就看看是剧情的力量更强，还是熠熠逆天改命更胜一筹吧。炼气5层，终于超越了那个3岁的小丫头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做那个奇怪的梦，但既然能得到机缘和指点，自然不会放过。林之意，等着吧，下次大比，我一定要让你尝尝惨败的滋味。熠熠，这是你刻苦修炼的奖励。
好纯正的灵气，跟着这个小主人好像也不错。依依，给它起个名字吧。以后你就叫意义驾到，通通闪开。啊，换一个吧，黎奴会记不住。不满意吗？那我再想想，雷霆嘎巴怎么样？你这么淫，就叫你小黑吧。黎奴不喜欢，会伤心的。那霹雳蓉蓉、闪电尾巴、雷球滚滚、紫电宝宝、雷地嘎嘎，就这么定了。装赫码的比前几个更离谱，好不好？刚才黎奴过去，我怎么说不对劲？原来这黎奴是吞天吼的后裔。我怎么说不对劲？原来这黎奴是吞天吼的后裔。好家伙，是足以让整个修真界震动神兽6载。凤灵渊把这个都留给他，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？啊！他叫雷地嘎嘎，好厉害，好威风的名字呀！嘎嘎好可爱。寒风有小魔，依依可以抱抱吗？你堂堂神兽，真被几个小崽子当狸猫玩啊？尊严呢？没想到几个小仆人按的本神好舒服哦，呼噜呼噜，这边也要摸。小仆人们喂的小肉点也好好吃，他们每个人身上的灵气都好纯正哦。听说凤师叔祖给林小师叔找了一只银白色的狸奴，可爱极了。3岁就有灵宠，这也太宠了吧！我入门10年了，连只灵雀都没有。不就是灵宠吗？我也要，梦里啥都有。啊，清雪师姐的灵宠好威风啊！看起来比林小师叔的那只厉害多了。不愧是清雪师姐，连灵宠都这么不凡。林之一，你有的我都有，我现在灵宠比你强，而且我都练气5层了。清雪果然福缘深厚，虽然引气入体慢了些，但现在已经遥遥领先了，不愧是我看上的徒儿。哼。狮虎，嘎嘎要吃灵果。依依怎知晓？莫不是依依想吃？依依不想吃丝溜，就是嘎嘎想吃。我明明在梦里啃着香喷喷的烤灵鸡，怎么突然背锅了？依依当真？没骗师傅。依依也想吃，依依只想吃一点儿。诚实的孩子该有奖励。走吧，师傅带你去摘灵果。真的吗？狮虎最好啦！本神也要去。你俩压死我得了。狮虎，意义不重，意义还是小宝宝。师傅知道。鹅也是，鹅也是，喵喵喵！你给我滚下去！凶什么凶嘛？本身不就是活动活动筋骨？是他，还真是好久未见。去。什么废物玩意儿！狮虎也吃，可甜了。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，就是收了这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为徒。哼，本
本神才不稀罕呢。按照原剧情，男主在明年来爬登仙梯，那位天赋卓绝、背景深厚的原男主就会出现，他会对苏清雪一见钟情，然后开始一系列偏袒与宠溺，最终导致林之义的悲剧。得提前做好准备。首先要增强宿主的实力和资源，其次要削弱原女主的光环，第三要在原男主出现前就让他对宿主产生好感，或者至少不产生敌意。宿主林之义，年龄3岁，修为炼气4层，灵根变异雷灵根，隐藏阴灵根融合，体质人皇血脉龙气护体，灵宠吞天后寨右承七，师父凤灵渊，飞升老祖关门弟子，好友4位单灵根天才，积分12580，系统偷偷存下的。比起原著中那个无人问津、孤苦伶仃的林之义，现在的宿主简直是在天堂。只要操作得当，完全可以避免悲剧重演。嘎嘎别跑！嘎嘎别跑！依依要给你扎小辫子。不要啊！本神的子野，救命啊！师虎救命！嘎嘎欺负依依。明明是你追着我跑。师虎，多多说他的师虎很厉害，好像是婴儿中期。师虎，你有多厉害呀？依依，那个叫元婴中期。元婴？那师虎，你是什么期啊？师父现在是元婴初期，要不输的再强一点了，小徒弟不会因此看不起为师吧？师虎，那你和多多师虎哪个厉害呀？初期和中期哪个厉害呀？师虎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多多师傅比较厉害。师虎没事的，依依不嫌弃。老怪物的恶趣味。师虎，你放心，你以后肯定能成为大人中期的。大人周期？大人中期，这什么鬼境界啊？婴儿期之后是大人期，没毛病。好，那师虎就努力修炼，争取早日突破到大人中期。师虎加油，依依相信你。喂，你装什么元婴初期，还大人中期？你要不要脸？再废话，今晚没肉吃。依依，你最近是不是偷懒了？我们都练起5层，你怎么还在4层？我们都超过你了。依依没有偷懒，依依每天都认真修炼的。依依，依依很努力，修炼不是越快越好，就像盖房子，要先打好地基，我们依依就在打地基而已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依依很棒的，师父很欣慰的。七凤峰的灵脉是玄天剑派最浓郁的，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下，这小兔子的修为却停滞不前，这绝对不正常。别让我找到原因。原来是天道在作祟，意义的雷灵根似乎受到了某种天道规则的阻拦，无法顺利提升。而阴灵根像一个无底洞，
疯狂吸收着他修炼来的灵力。不过，这未必是坏事。阴灵根虽然吸收了大部分灵力，但这些灵力并没有浪费，而是在不断夯实灵之翼的基础。这个地基比寻常修士厚实太多了。没问题啊，意义别难过，修炼之路漫长，一时的快慢说明不了什么。你看雷迪嘎嘎，他不也长得慢吗？关本神什么事儿？本神是神兽，成长周期本来就很长，好吗？依依知道了，依依会继续努力的。这才对。哟，这不是林师叔吗？卧槽，这男孩是……哟，这不是林师叔吗？卧槽，这男孩是……原说男主出现了，提前了1年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剧情的修正能力这么厉害吗？喂，你叫林之翼？你应该叫我小师叔。什么？他是凤师叔祖的弟子，按辈分确实是我们的师叔。检测到原男主对宿主好感度下降，当前为-20。检测到原男主对宿主好感度下降，当前为-20。果然，在原女主光环的影响下，原男主天然就会偏向他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本来也没指望他帮忙。你让开，意义要练剑了。云兰，算了，林师叔年纪小，我们让着他。清雪，我们走。姓名楚云兰，年龄8岁，修为炼气3层，灵根火金双灵根，隐藏龙族血脉。背景：东周楚家少主，修真界4大世家之一。状态：因家族变故，提前送入玄天剑派。原来如此，家族变故导致提前入宗。虽然时间线改变了，但核心设定没变。看来剧情的自我修正能力确实强大。重要角色无论如何都会在合适的时间登场。依依，那个人好讨厌啊！就是虚伪。依依，你别难过，依依才不难过呢。等依依修为上去了，一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。有志气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得先解决你修为停滞的问题。楚家的小子，东周楚家确实有些事，但若是敢欺负我的徒弟，我不介意让楚家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事。云兰，您别怪林师叔，他年纪小不懂事，都是清雪的错。清雪不该提起修为的事。清雪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分析符来了。林之翼的修为进展与苏清雪存在着诡异的关联，只要苏清雪进步，意义也能进步，但是必须比他差2层。现在苏清雪炼气8层，意义炼气6层，刚好符合这个规律。更诡异的是，这个关联似乎是双向的。当之翼拼命修炼时，苏清雪机缘就会突然增多，修为突飞猛进，进而压制之翼；而当林之翼摆烂不努力时，苏清雪的修炼就会变得异常艰难，两人一起停滞不前。最让人担心的是，之翼积聚在体内的灵力已经达到临界点，一直不能顺畅突破。不会经脉爆炸吧？小徒弟体内积蓄的灵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，这样下去不行。依依，师傅，从今天开始，师傅教你炼体，疏散体内多余的灵力。
要给我香香软软的3岁半的小宿主练成金刚芭比吗？不要啊，还我香香软软小宿主。最近小仆人怎么越练越来越硬了？没有原来软乎了。本神的专属肉垫呢？师傅，拿我的小紫垫来。3倍重力结界，如果不适应，和师傅说。这还是3岁半的孩子吗？这肉身强度已经堪比筑基初期的体修了吧？不错，3倍重力游刃有余，经脉扩张效果远超预期。师傅，意义好像要突破了。还是不行。没关系，我们已经找到了方向，继续练体，继续力的，总有一天那层壁垒会不攻自破。为什么？什么就是突破不了？听雪，修炼之事急不得，水灵根本就温和，突破需要水到渠成，强求反而不美。不管是什么在阻拦你，师傅都会为你扫清一切障碍。好家伙，又有新情况！男主楚云兰的修为进展速度快得惊人，每次都刚好比苏清玄高出一层。这完全是针对我宿主的压制啊！这是逮着我宿主一个人薅。听说了吗？那个天灵根的小师叔修炼速度还不如普通的丹灵根弟子呢。楚师兄才是真正的天才。入宗半年就从炼气3层突破到9层了，清雪师姐也很厉害啊，都炼气8层了。要我说，楚师兄和清雪师姐才是天选的青梅竹马，是咱们玄天剑派的骄傲。那就是林小师叔，可惜了，那么好的天赋，凤师叔祖那么宠他，要什么给什么，结果。依依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啊？什么惊喜啊？说书人讲花子都这么说的，这个叫什么？逆天打脸。逆天打脸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是以前故意很弱，然后在关键的时候变得超级厉害，让所有看不清的人都啪啪打脸。可是依依不想打别人脸，不礼貌。那就不打脸，用实力证明自己。怎么证明呀？依依可以参加下次宗门大比，拿第1名。对。让所有人都看看依依的厉害。那我们就一起努力，大家一起变强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，不能让天道一直打压这些努力的孩子。小徒弟的困境并非偶，似乎某种规则层面的压制。规则，若是这规则不公，祸了又何妨？楚云兰和苏清雪这2个孩子的运气似乎好得诡异。天道眷顾吗？未免也太愚瞎。大家要一起变强，保护想保护的人，打败所有坏人。说得对，修炼不是为了争强好胜，而是为了保护重要的人。师傅，依依知道了，依依也会继续努力的。乖，宿主，我们换条路走。既然他们比修为，我们就比谁的基础更坚实，谁的未来更长远。依依会加油的。看看商场有没有用的道具。视而不见，一次性道具，可短暂蒙蔽目标感知，持续时间1炷香，价格500积分。视而不见，不知道能不能给天道用？比如在意义必须要突破的时候使用这个，是不是可以短暂的蒙蔽天道？但道具使用结束后，天道搞不好会变本加厉，
而且一旦发现系统高贵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暂时不能用。等等，作为能够与主神空间连接的高维系统，我在一定程度上能编写剧情故事。如果把想要的剧情写上去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试试。那就这样写。林之翼在凤灵渊的指导下，令境以炼体之法打破修为金丹期，成为修真界有以最年轻的金丹修士。随后，林之翼凭着自杀到恐怖的基础，一路高歌猛进，10年内突破元婴，50年内突破化神，100年之内大成，最终一步成为天下第一。系统因此获得源源不断的积分，成功凝结实体。而原书男女主在一次历练中意外陨落。管警告：不符合原计发展趋势，惩罚电击一次。什么飞信？我还就不信了。继续写，原书男女主脱离天道管辖。继续，意义获得上古传承之识的认可。凤灵渊发现天道阴谋，运气运子光环减弱。5个小团子集体突破。天道沉睡100年，仙界大佬下凡收徒。系统获得临时管理员权限。在经历了整整186次尝试和电击后，玄天剑派后山有一处隐蔽洞穴，内藏可扩充经脉的灵泉。通过藏书阁3楼角落有一本雷霆断体诀残卷，通过炼丹峰废弃丹炉中残留着可洗炼灵根的丹气，通过。终于摸清了一些规律，不能直接改变主要人物的命运轨迹，但可以添加一些合理的机缘和线索。系统哥哥，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呀？说话卡卡的。没事儿，就是系统升级。对，系统升级有点卡顿，很正常。意义，听说玄天剑派后山有一处隐蔽洞穴，里面可能有对修炼有帮助的东西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系统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失火，后山有秘密洞穴，依依想去探险。谁告诉你的？是依依做梦梦到的。啊，师虎陪你去。是这里吗？是这里。进去看看。这是紫灵泉。紫灵泉是什么呀？紫灵泉水有破伤经脉、稳固根基之效。意义，下去泡一会儿。有效果，经脉宽度增加了5%，灵力运转效率提升，太好了！师傅，依依感觉好舒服。以后可以常来。对了，依依，听说藏书阁3楼角落有些有趣的古籍。真的吗？依依想去看书。好。玄天剑派3年1度的清灵秘境即将开启，请各峰炼气期弟子准备进入。以小徒弟如今的实力，堪比筑基期体修的肉身强度，在炼气期秘境中自保绰绰有余。但毕竟他还不到4岁，要不要去？一爷，这次清灵秘境开启，你也去。真的吗？那你要答应师傅，遇到危险该跑就跑，该认输就认输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带着他，关键时刻能帮上忙。本身是吞天猴，不是保姆。好吧，好吧，本神会看好小仆人的。好多宝贝。这里面各种灵丹、符箓，师傅给你装几百，不用省着用。另外给你一顶可大可小的灵屋，里面铺着灵蚕丝被褥的床和几套5行抗性的换洗衣服，灵舟也带一艘，各式点心、零食、锅碗瓢盆、调味料都带着，想吃什么就做什么。
吃虎还要灵果。好，再加点。怎么那么像后世的爸爸送女儿上学的既视感？这到底是去历练的还是去郊游啊？一爷，师傅还给你塞了很多零食，打不过就跑，砸死他们也行。好，我准备了10张符纸，每张都是有师傅我的全力一击，遇到危险就撕开一张，知道吗？还有这玉牌，师傅我也准备了10块，每块都可以抵住金丹全力一击哦。遇到事别怕，姐姐用。依依记住了。这玉牌其实哪怕是登仙道祖的一击也是扛得下的。去吧，让所有人看看，我凤灵院的土地是何等风采。好多人啊，各大宗门的炼气系弟子都来了。这个就是楚云兰吗？楚家少主果然气度不凡。他名字和咱们大师兄的名字好像哦，都叫云兰。这么装，秘境试炼而已，排场这么大。听说已经炼气9层了，这才入宗半年啊。旁边这个是苏清雪吧？玄天剑派那个天才丹水灵根。清雪师姐今天真漂亮。楚师兄也是英姿勃发。天怎么黑了？这是谁的非洲？比楚家的豪华10倍不止。是凤师叔祖，还有林相师叔。这排场太夸张了吧？楚家的非洲跟这一比，简直就是小渔船。玉佩随身带着，遇到危险就撕符箓。师傅都说了800遍了，依依都记住了。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各宗弟子准备，秘境即将开启。哇，依依，你的非洲好帅呀！师叔祖对你真好。嘎嘎进阶也好可爱。叶兰师兄，这次秘境试炼还请多关照。清雪师妹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你。依依，进了秘境先不要急着寻宝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观察情况。遇到不认识的人要警惕，特别是楚云兰和苏清雪，雷帝嘎嘎在关键时刻能帮大忙，别把它当普通宠物。知道啦。你也变得和师父一样啰嗦啦。请秘境一开，所有弟子入内。空间传送，抓紧！多多哥哥，寒风哥哥，依依，轻舞。不够。看来秘境入口有随机传送机制，把所有人都分散开了。依依，先观察环境，不要贸然行动。系统哥哥，这些是什么字呀？不清楚，这些符文不属于已知的任何文字体系。依依，先别碰它们，未知的东西可能有危险。啊！这是……好热啊！我明白了，秘境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，不受外界天道限制。依依，你积攒了这么久的灵力，终于可以突破了。真的吗？快，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。虽然秘境限制筑基以上进入，但突破过程本身有风险，不能被打扰。
好。嘎嘎乖呀！炼气7层，炼气8层，炼气9层。可惜还是被秘境规则压制了，没有突破筑基期。咦，厉害宝宝！直接从炼气6层突破到炼气大圆满，跨越了整整4个小境界。嘎嘎，我厉害吗？就这，本神当年，还算厉害。耶！嘎嘎最好啦！走吧，现在找其他小伙伴汇合。这里刚才好像走过了，迷路了。嘎嘎知道怎么走。等等我。好大！这是怎么了回事？系统哥哥，系统哥哥，嘎嘎也不见了。怎的还不落座？怎的还不落座？落座？坐哪里？白虚无请你吗？请。举杯共饮。吾允许你喝了吗？这样小，喝酒作甚？糟了，小仆人中了幻术，而且还是极高明的幻术，连本神都破不开。你可认得此符？不认识。忘了吗？吾以为罢了，来不及了。什么来不及？
知虎，住手！又失败了。你可认得此符？一模一样的剧情。还是差一步。哼，这次我做到了。死不足惜。苏清雪是长大了的苏清雪，为什么未来的苏清雪会出现在这里？为什么他要杀我，要杀其他人？这个老仙人为什么要替我打？想不明白。那是我吗？依依，我的夙愿已了，起来吧。这个符，我教你怎么用。看清楚了吗？好，跟着无话。成功了！很好。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？你忘了吗？你可以叫我玄黄。你去哪儿？原来这个符名为玄黄印，玄黄印能记录下特定的场景，然后在满足条件时重现。那个坐在主位上的人，是玄黄的一缕执念，布在这枚符印上，等待不知多少岁月。
完成一个夙愿，改变那个我被杀的过去。哥哥，然后玄黄爷爷就消失了，化成了这个符。啊，玄黄好像在哪里听过，又好像没有。本身的传承怎么这么不靠谱？似乎没找到记载，这个人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，但又强得离谱。啊，系统哥哥，你不是说金丹的时候容貌就固定了吗？玄黄爷爷那么老，难道是老爷爷的时候才金丹的吗？这个一般来说是的，但修士在能力到达一定高度后，是可以转化容貌的。比如有些女修为了保持青春美貌，会特意修炼驻颜功法，保持当下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修士在遭遇重大伤害或者经历特殊劫难时，容貌也会受到影响而改变。可能玄黄前辈就是在某次大战中受了重伤，才变成那样的。那他一定是个很好的人。系统哥哥，我感觉宫殿里藏了什么东西，你能帮我开一下吗？正在扫描。等等，这里有个隐藏空间。对，就是这里。这是这么多宝物，比师傅的宝库还要多。灵石总计无法估算，太多了，至少100万以上。法器法宝总计372件，其中雷属性158件，金属性97件，金、风、冰属性117件。功法秘籍总计864部，雷系功法320部，金系功法205部，风灵根127部，冰灵根138件。这些宝贝雷系的特别多，精灵根的也很多。这些简直就像是为依依你量身准备的。为我准备。唯一的问题是太多了，带不回去。你师傅给的储物袋也放不下。玄黄印让我去里面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空间法宝，而且是等级极高的空间法宝，内部空间无法测算，至少能装下一座山，而且有完美的保鲜、防腐、防灵气流失功能。这简直是神器级别的储物法宝，好厉害！这珠子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这珠子叫须弥珠，是上古时期某位大能炼制的空间至宝，能纳须弥于芥子，装下一方小世界都不成问题。没想到居然在这里，突然发现这些宝物刚好对应之意和他的4个小伙伴的灵根属性，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可能性：玄黄早就知道这里，甚至可能玄黄等待了无数岁月，就是为了等他。现在可以找多多哥哥他们了。依依有好多好东西要分给大家。玄黄一又给我发来信息了，离开的路就在主位的椅子下面。
皇爷爷，谢谢你。爷爷嘛，不过这次应该能改变我的意义。爷爷，小朋友就是要好好睡觉才能长大。嘎嘎，睡觉啦。本神被切了，算了，小仆人还小，本神不跟他计较。中吧啦。救命！我的灵力耗尽了，谁有神奇符，补出装备灵石们！宝宝防人之心不可无，逆境中人心难测，不要轻易暴露自己。知道了。那里有座小房子，你们看，那些妖兽绕开了房子这片区域，没有攻击。一定是前辈高人布置的阵法。前辈，救救我们，让我们进去躲躲。晚辈愿奉上所有宝物，只求前辈出手相救。意义，我们凭什么要救他们？万一是坏人呢？意义才不信陌生人。妈的，见死不救是吧？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把兽头引过去，逼他不得不出手。畜生们，朝这边来！这次看你出不出手。不出手，大家一起完蛋。师傅告诉过我，灵武有秘密武器。嘎嘎，继续睡觉啦。天一定要找到多多哥哥他们。往东边走。我检测到那边有比较密集的灵力波动，可能是其他弟子聚集的地方。这里居然有人！检测到当前修士重伤状态，修为炼气7层，身份不知。你还活着吗？本来活着，你再戳我就死了。哦，那你需要帮忙吗？你愿意救我？不愿意。那你问个什么劲儿？你刚才戳到我了，不应该道歉吗？你岂敢让公主道歉？你大胆，你坏，你放肆！那我道歉，你能救救我吗？我不要，秘境里的人都是坏人，